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个带您寻找真相的频道。民主是什么？说简单点，就是你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，哪怕对国家的现行政策有看法、有不同的意见，也可以当众表达出来。普京被国人看成是强人，这个强自然不只是说他喜欢摔跤、喜欢尚武、硬杠西方，更重要的是他的专横，他的个人权利的不受制约。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普京政府被西方看成强人政府，普京更被指责为个人独裁。现代世界，个人独裁无论如何不是一个褒义词，除了国内的普京粉丝，包括普京自己也不承认自己是独裁的。当然，国内普京的粉丝确实是闻名世界的另类，对他们来说，普京的魅力就来自他的独裁。这种崇拜骨子里有斯德哥尔摩的特征，这种人就如这种病一样，有着一定的比例，虽然比例不高。如果你也相信民主，对这种人要表示宽容。现代文明下的民主，只要一个人的行为不违法，不影响他人，至少都有保留自己观念的权利。对于普京的粉丝，我觉得有存在的权利，况且普京还真的不像西方人认为的那样真的专制。普京执政以后坚持多党制，这是前苏联所没有的。如果普京真要集权，就不会让自己的政党只是一个多数党，只是一个要通过竞选才能获得执政权的执政党。当然，普京的执政也多被诟病，但我认为从苏联模式下走出来的俄罗斯，就算这只是一种形式，谁也不会否认这已经是重大的进步。不妨看一下斯大林时代，不要说成立反对党，表达一下意义，重则枪决，轻则流放。社会进步是比较出来的，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。我始终认为，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，不管是普通老百姓，还是像普京这样的领导人，从主观上说，都是希望自己的国家更强大，人民更富裕。只是一个正常的社会，对于领导人的要求，不是取决于主观的愿望，而是取决于能力和法律的规定。普京说过，给他20年，他会还给俄罗斯人民一个强大的国家。目前看来，这个良好的愿望正在把这个国家带入到了被毁灭的境地。这也说明，光靠美好的愿望和漂亮的语言是无法做到的。要让俄罗斯真正强大，需要有好的制度，有英明的决策，有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。目前的普京也已到了可以给自己写总结的年龄了。眼前的俄罗斯，不管民生还是科技，不管国际威望还是国内的发展，都是一片衰相，承担不了普京的愿望、野心的实现。但普京还是坚持民主的。俄罗斯除了有反对党，还有不同政见的报纸，甚至有此起彼伏的街头政治和民众抗议。如果没有民主，很难想象有议员敢提出来要弹劾普京的。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斯大林时代，不要说付诸行动，就算有这种想法，这样的人也早就人间消失了。我们随便翻一下斯大林时期的列宁医疗案、基洛夫案，一大批人被无辜牵连，不是处死就是判刑。现在就算有各种人公开反对普京的对乌克兰入侵，也不过是逮捕，还有个公开审判。不管大家服与不服，普京没有也不暗箱操作。尽管也有传言说普京暗杀不同政见者，但像斯大林那样的明目张胆的屠杀，普京还真没做过。普京还是遵守法律的，也是有民主思想的，保留了基本的底线。目前的俄罗斯最重要的大事，自然是普京发起的乌克兰战争。套用苏联时期的语言，战争是最大的政治，而政治是每个公民必须无条件支持的。就算在这样的时刻，从战争发起的那天起，反对声浪在俄罗斯全国也从未停息。这种反对都是通过公开的形式。虽然普京也抓了这些抗议者，但抓的理由都不是不能抗议，而是抗议者在抗议过程中的行为过激。当然，有人也可以指责这不过是个借口，但就算是个借口，也更说明普京对民主的尊重，否则就不需要任何借口。前2天，普京的动员令一下，俄罗斯各地就开始了许多抗议活动。在首都莫斯科，还有许多抗议群众喊出了把普京送到乌克兰战壕的口号。这样的俄罗斯说他是专制的，我是不相信的。
虽然我无法知道这些反对的声音是否能改变普京的决策，也不知道这些反对者是不是会被各种借口判刑、秋后算账，但有反对者的存在，特别是能公开存在，这说明俄罗斯的民主不只是写在纸面上，还体现在现实中。这样的俄罗斯还是有希望的。只要民主哪怕是民主的形式存在，它也是对抗独裁的巨大力量。这让我想到苏联初期的那艘哲学船，他们尽管被逼驶离苏联，但正是他们的不屈思想，最终在苏联的解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希望这个出过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、普希金、柴可夫斯基、索尔仁尼琴等的伟大国家能真正涅槃重生。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，欢迎点赞评论，谢谢大家。